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辅助神器，看似有病，实则超好用。就像这个电热暖脚桶，简直是冬天手脚冰凉打工人的救命神器，又高又大，整个小腿都能包裹进去，还带保暖盖，最高可调节到70度。上班时盖个毯子就跟泡脚一样舒服，不用的时候卷起来也不占什么空间，学习办公什么的动力满满加倍。常见的电暖器结构就是一条发热灯丝外加一个破壳子，不如直接买这种浴霸壁挂式，20几块直接给你干冒烟，200多瓦的灯泡烤起来也不会刺眼，关键能耗也比普通取暖器要低很多，可以挂墙上也能直接摆地上，使用起来就很方便。还有这个取暖电热膜，很多新房装修地板下面铺的就是它，一层隔热膜反射温度，一层电热膜发热，韧性高还防水，一瓶10来块，升温效果就很快，当个加热地垫或者宠物电热毯，贴墙上就是电暖气片，往桌子上一放，瞬间升级成电暖桌。冬天想买空气净化器的动辄就要你好几千，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一个风机加过滤器组成的，直接入这种 DIY 空气净化器一套组合才66块。HPA 集成过滤网，家里的猫毛狗毛味都能轻松过滤，家里空气瞬间清新，开启后也没什么噪音。过年开车回家容易堵高速上，可以备这种一次性应急尿袋，700毫升大容量，遇水就自动结块了，密封的很严实，没有异味也不会漏出来，关键男女生都能用。接着是这个户外防寒睡袋，像赶特价机票需要过夜的可以备一个，防寒又耐磨，低温环境下烫进去能有效锁住身体热量，还能睡个好觉，下雨天也能当个雨衣使用，一件30多块，收纳也方便。应急储水袋很多人不知道，一袋里有4小包，出门遇到天灾或者找不到那种纯净水源应急用的，保质期足足有5年，袋装的丢包里也很方便，关键时刻能保一小命。接着是这个折叠旅行牙刷，它的一头是牙刷头，另一头是用来装牙膏的，用的时候轻轻一推，真空泵可以挤到一滴不剩，牙膏和刷牙一体携带出门就很合适。还有这种压缩袜子，别看它小小一个，打开后就是一双正儿八经的袜子，网纹状的，不仅透气还耐磨，一次穿个几天直接丢就行。出差旅行最怕臭袜子的，可以丢几颗进去。需要买水杯的可以用这个折叠水杯，硅胶材质的可以压缩成薄薄的一片，比硬币还薄一些，冷热水都能装，还带了防尘盖，放家里来客人了也能应急用。在野外旅行或进山徒步很难找到电源，可以备这种户外单晶硅太阳能充电板，它直接利用太阳能给手机充电，5片60瓦，充电速度特别快，平时折叠起来也不占用空间。这个灯泡看着和普通灯泡没什么区别，可以正常使用，但它其实是一个应急泡水灯，停电时只需要装半杯水，把它放进水杯中，它就会亮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但是真的挺神奇的。我爸每天都在用的吸附按摩球，别看它长得奇奇怪怪的，用了一下真的挺好使的，往房门上一挂，你就对准不舒服的位置来回挪动，舒服程度一点不输按摩师。2个接头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替换，想买个泡茶壶的，不如试试这个公主陶瓷杯，取下公举的脑袋就能往她脑子里灌水了，用它喝茶我一天能喝8吨公主。自带6网泡茶也很方便，平时当个摆件也不错。最后是这个我经常喝水用的比爱心水杯，别看它胸口比了个爱心，长得也比较普通。盖上盖子那一刻，我妈见了都惊掉下巴，说再见一次就给我丢垃圾桶吃灰。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辅助神器，看似有病，实则超好用。就像这个全自动煮茶壶，原本是我老板放办公室泡茶用的，一边是烧水壶，一边是消毒茶具。我发现用它来煮1人食小火锅贼好用啊，一边用来煮小火锅，一边烧水准备随身用来填汤，真的超方便。平时也可以用来煮泡面什么的，还会自动加水，真的不要太爽。像过年回家要赶特价飞机的，可以试试把露营装备带上，不仅不会错过时间，还能睡得特别香。这个露营充气床垫能压缩成这么小小的一个，放行李箱里也不会增加负担。要用的时候它还能自动充气，操作起来非常方便，躺上去也很舒服，一觉下来精神满满。假如你是社恐星人，就可以多备一个头部帐篷，不仅可以遮光，也能将这个头埋汰在里面，遮风挡雨都没什么问题。过年回家没地睡，也能用它凑合几天。不用了，折叠起来一点不占空间。家里的肥皂用久了容易积灰，还滑溜溜的，咱们可以搜一次性海绵肥皂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每次使用时1粒就够了，起泡相当快，闻起来也是香香的。出差旅行抓几个丢包里也很方便，想吃瓜子又不会嗑瓜子的，可以搜嗑瓜子神器。我买的这个是手动的，上面有4个口，对应不同大小，只需要将瓜子压下去就能快速果壳分离，小小一个摆书桌上也不占什么空间。像这种易拉罐饮料起盖时容易伤的美甲，咱们可以搜易拉罐气瓶器，只需要把它往里面一推，再一撬，盖子就轻松打开了，没喝完还能旋转1周封存起来，防止落灰。平时穿鞋子系鞋带时费时又费力，咱们可以买这种纽扣鞋带，只需要左右拧拧就能调节松紧，什么运动鞋、帆布鞋、老拖鞋，只要有鞋带都能用它，小孩老人用都很方便，刷鞋子也不用摘下来。接着就是这个加热鼠标垫了，冬天学习办公的必须给它置办一个，8秒速热，还有5档可以调节，防水不触电。
表面是棉麻的材质，耐脏还不没收，摸起来真的暖和和的。想买双面胶的可以搜王哥无痕双面胶，不管是固定地毯还是插排都相当好用，粘性很强，不用么撕下来也不会留下痕迹。想买牙刷的可以搜宝宝3面牙刷，它比普通牙刷要多了2个面，能够很好的包裹住牙齿表面，刷1遍顶平时刷3遍还面面俱到，刷头很软也不会伤到牙龈。想买首饰盒的咱们可以搜钓鱼老渔具盒，原本是装钓鱼钩用的，打开后它是一目了然的，不仅有深格和浅格之分，里面的隔层也是可以自由调节大小的，家里的小首饰刚好可以分类整理起来。关键9块一个，非常耐造，用了10几年都不是什么问题。像买挂钩的可以搜旋转挂钩，不仅长得可爱，打开后随手把它往书桌上一放就能挂东西，平时挂点垃圾或者书包都没什么问题。像图书馆、书店这种地方带一个就相当的好用。我妈还以为买了一个酒瓶子，其实它是收纳酒杯套装，打开后里面装的是4个酒杯子，倒上饮料颜值还挺高的，本身是塑料材质的，也不担心摔坏，放家里当摆件或者出门露营都挺方便的，一套还不到15块。想买个汤碗的，不如直接买这种创意搞怪老母鸡汤碗，用它装水就能实现鸡汤自由了。枸杞鸡汤、牛奶鸡汤、可乐鸡汤、奶茶鸡汤，一天喝8碗鸡汤不算过分吧。最后是这个长得像鹌鹑蛋的鸡蛋壳泡面碗，还配了一个小鸟巢。白天我用它喝鸡蛋汤，晚上就用它泡面。毕竟低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奇奇怪怪的餐具就足够了，看着就加分不少。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辅助神器，看似有病，实则超好用。想买水杯的可以搜小鸟高脚杯，高透明的玻璃材质，敲起来声音都是清脆的。小鸟的造型活灵活现，抓手里感觉轻飘飘的，喝完饮料还能用它高歌一曲，一个也只要12块。然后是这个德式靴子酒杯，1350毫升的大容量，玻璃壁很厚实，抓手里感觉沉甸甸的。给它穿上高筒袜，不管是用它喝水还是用它干杯都变得更有意思了。平时买的燕麦片、瓜子、大米之类的，打开后不仅不好倒，还容易受潮。咱们可以搜狗粮封口夹，往袋子上面一卡一扣拿取，特别方便。原本它是方便存储猫粮、狗粮用的，但其实它本身是食品级材质，所以使用上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接着是这个电池转换盒，虽然只是一个塑料壳，但是将7号电池装进去后，它就变成了一个5号电池了。家里经常有用到电池的，可以备几个，关键时刻真能用得上。想买烧水壶又怕遇到黑心胶水圈，不如换个思路试试这个实验室电热炉，一个20几块500瓦的功率，放宿舍里也能用，用它烧水煮茶都是绰绰有余。然后烧水的容器咱们就用这种实验室玻璃烧杯，高硼硅玻璃材质，比食品级还安全，冬天用它围炉煮茶什么的超方便，就算宿管阿姨见了都以为你是在做作业。想吃火锅又不想刷锅的，自然不能少了这个可以直接接触食品的户外锡纸锅，通体都是锡纸材质，质地虽然软了一点，但是煮个火锅而已，完全没什么问题的。一个5块不到，明火烧2个小时完全不在话下。更重要的是还配了这个盖子，在户外也不担心杂草、飞虫之类的跑进去。加热的就用这个4头油灯，小小一个可以持续燃烧2个小时以上，火力充沛，燃料用的也是环保油，没有怪味，非常经济实惠，一个才4块多。不管是宿舍聚餐还是独居一人时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吃完了把它往垃圾桶一丢就完事了。想买抹布的可以搜一次性魔力擦，往上面一压就能将一次性抹布吸上来，不仅擦得干净还毫不费力，使用完后一按抹布就掉下来了，做卫生一点不脏手，真的超方便。经常在家煮饭的特别容易被油溅到手，咱们可以搜防溅油护罩，只需要把它对折一下，再把锅铲固定上去，这样炒菜时候就完全不担心会溅到手上了。用完后用抹布一擦就干干净净的。就像冬天想买个泡脚桶的，不如直接搜食堂开水桶，桶身很高，防漏电，保温效果还好，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了。我买的这个还带加热效果的，烧个10来分钟就可以拔电泡脚了。食品级304不锈钢比你买的乱七八糟的都安全，食堂专用的桶壁贼厚，保温锁温能力贼强，泡个半小时水还是热乎乎的。自带了水龙头，倒水的时候一掰就完事了。然后女生如果担心它太重移动不方便的，可以配这个移动托盘，自带水槽的这种，这样泡脚桶移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。想买钱包的可以搜烈火钱包，从表面上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钱包，但其实它是一个打火机，平时把煤油撒在这上面，需要的时候转动打火石就可以了，还能生成这种彩色火焰，就挺神奇的。还有这个远程遥控点火器，它是由一个遥控器和点火器组成的，打开开关后按动遥控就能远程点火，过年的时候用它放鞭炮就安全多了。最后是这个爆炸糖果蜡烛，它是一只糖果和一个爆炸装置组成的，把糖果到里面点燃蜡烛，它就会突然炸开，过生日的时候氛围感满满。